如果说有什么能让广州人瞬间爱上讨厌的大热天，那一定是横风横雨的台风天了。9月24日被称为2025全球风王的画家沙正式杀到广东，不知道现在的广东老表们还好吗？小编真是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啊！听说17级的画家沙把广州塔都吹弯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这两天国内最大的新闻应该莫过于台风画家沙登陆广东了吧？早在9月21日下午，广东省气象局官方就发出了预警，表示超强台风画家沙将直击广东。23日至25日，广东海面和陆地将有一次严重风雨影响，并提醒各地提前做好巨灾防御准备。今年第18号台风画家沙自生成后就快速增强，9月21日8时变身超强台风，20时左右中心风力达到17级以上，也就是60米每秒，成为了今年的全球风王。那画家沙究竟有多大？这么说吧，它比整个广东还大。画家沙的环流直径超过1300公里，而广东两头直线距离只有800公里左右，可以感受到它的恐怖之处了吧？不过在9月22日，小编却发现有些自媒体在妖魔化画家沙。比如有自媒体发微博称，广东或遭遇人类最大的台风灾害。在这则微博中显示，超强台风画家沙达到了新的峰值强度，最低中心气压为905毫巴，这一强度已接近地球所能产生的上限。那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。经小编核实，画家沙虽强，但绝非地球史上最强最大台风。据中央气象台数据，9月23日零时，画家沙的最大风力为17级，风速为58米每秒，中央气压为920百帕。而据中央气象台的记录，历史上最强台风为1958年第27号台风艾达。1958年9月21日2时在西太平洋洋面上生成，而在24日8时，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就达到了110米每秒。此外，历史上平均风速最大的台风是1961年5月的贝蒂，平均风速为74.7米每秒，而历史上瞬时风速最大的台风为1984年7月的台风亚里士，瞬时风速为89.8米每秒。还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台风是1979年第19号台风泰培，1979年10月12日，它的强风圈直径有2220千米之广，暴风圈直径560千米。由这些数据对比可以看出，画家沙无论是强度还是风速都要比这些台风小，远远达不到历史最强台风。不过虽然画家沙离史上最强还很远，但它确实是今年以来的最强台风。于是广东老表们在预警发出的第一时间便开始忙碌起来了。毕竟过往血淋淋的教训已经诠释了什么叫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比如去年的超强台风摩羯，导致海南、湛江等地都出现了阳台窗户整个被卷走，落地窗突然爆裂的惊魂一幕。所以前两天广东大大小小的玻璃都被安排上了米字胶带，就连气象局也不例外。有意思的是，除了最经典的米字，还有网友贴麦字的，表示这是因为麦克风。果然网友的智慧是无穷的。除此之外，为了防御台风，广东街头的垃圾桶也都被市民提前用绳子拴住了，而往日迎风招展的旗帜和海报也都被仔细的卷起收好了。当然，应对台风天气最关键的还是囤粮。在画家沙来袭之前，广州、深圳等地的部分商超便出现了蔬菜等物资被抢空现象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那些几乎被清空的商超货架上还留下了2样东西：辣椒和火鸡面。这是滴蜡不沾的广东人最后的倔强吗？但不管怎么说，为了抵御画家沙，广东已经做足了准备。如今画家沙已经登陆，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广东网友分享了台风过境时的第一现场。从网友发布的一些视频中可以看到，画家沙还是很恐怖的。网友家的玻璃被吹得嗡嗡响，每隔几秒就剧烈震动一次，连边框也跟着颤，手贴在玻璃上甚至能摸到细微的抖动。还有街道上一些未被捆绑的垃圾桶也被吹得翻倒在地，塑料瓶废纸跟着风滚，有的卡在绿化丛里，有的被卷到路中间，被雨水泡得发白。而广东的小蛮腰广州塔也在台风的摧残下出现了轻微晃动的痕迹。不过离谱的是，小编随后居然刷到了画家沙把广州塔吹弯的图片。要知道广州塔的设计标准是抗12级台风的，所以在看见这张图片的第一时间，小编的内心就咯噔了一下。
不会小蛮腰真的没有顶住压力，惨遭画家杀毒手了吧？但经过小编查证发现，这个照片是网友 P 的，而且是几年前的图片了，只是现在又被网友们拉出来玩梗了。那新的问题又来了，小蛮腰能够顶住画家杀吗？小编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，应该没有问题，因为广州塔上有2个超级大水箱，位于广州塔109至110层的科普游览厅，它们的学名叫被动调谐质量阻尼器，是广州塔减震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们总重1200吨，相当于5架波音747飞机的重量。当遭遇强风或地震，塔身摆向一侧的时候，阻尼器就会自动滑向另一侧，这样可以极大的缓冲摆动。当振幅小的情况下，水箱会沿底部轨道随主结构来回摆动，以达到被动消能减震的效果。而当振幅达到一定程度，那么广州塔的主动质量系统就会被激活，并与水箱协同工作，以减少主塔震动。此外，广州塔的建筑设计也可以有效地抵御台风，比如塔身的镂空设计可以让风从镂空处穿过，从而减轻风力对建筑的伤害，让建筑不受风袭。而塔的顶部是承受的风力最大的地方，为了减少载荷，让风直接穿过塔楼，塔顶部的网状结构被设计得最宽松。至于塔的底部，因为承受风力影响较小，所以它的底座非常宽大，这样既承受了整座塔楼的重量，也提供了最大程度的稳定。最后，小编想说的是，在画家沙登陆之前，国家便派了3.8万名消防救援人员严阵以待，24小时待命出发。所以，身处广东的朋友不要担心，国家就在你们身后。那17级的画家沙究竟有多恐怖呢？可能在很多人的想象中，风的等级最多就11、2级，这是有原因的，原因可能在于小时候的课文。记得小编小时候就有一篇课文讲的是台风，里面还有一首歌来形容风的等级，就是0级烟柱直冲天，1级青烟随风偏，11、2级路上很少见。这首歌不知道让多少人认为风力等级最多就是11、2级，在很多人的想象中，只要达到9级风力就很可怕了，因为歌词中的9级屋顶飞瓦片，这已经算是很强的力度了。很多人甚至想象不出11、2级风的场景是怎样的。说实话，小编曾经也以为风力大小最多就是12级，不过如果小编没有理解错，应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气象局对12级以上的风力是没有定义的。从中国气象报社2014年发表的关于风力等级划分新闻来看，里面有这么一句介绍：中国气象局于2001年下发台风业务和服务规定，以匍匐风力等级将12级以上台风补充到17级。从这句话可以看出，似乎之前还真没有关于12级以上风力的描述。所以各位像小编一样认为风力最高12级的观众们可以放心了，咱们当时的理解是对的。据气象部门的介绍，12级以上的风可以称为台风，而且还根据强弱划分等级。严格说，12到13级的风称为台风，14到15级称为强台风，16到17级称为超强台风。这张表是目前气象部门对台风的划分。那17级台风破坏力到底有多大呢？虽然气象局没有关于12级以上风力的破坏力描述，但小编举几个真实的例子，大家就知道了。比如1973年的超强台风 Marge 就给琼海造成了巨大的灾难，它导致90%的房屋被吹倒。这次台风的中心最大风速达到了60米每秒。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，对照前面气象局台风等级划分表来看，这个风速已经超过了气象局划分的最高等级。17级台风的标准是风速大于等于 56.1 米每秒，很明显已经小于这次台风的60米每秒。Marge 算得上是18级台风了。除了1973年的 Marge 外，比较出名的还有2013年的被菲律宾申请除名的海燕。海燕不光给菲律宾造成巨大财务损失，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，被美国称为或为有记载以来人类所遇到的最强风暴。它最大风速达到了75米每秒。据当时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统计，当时海燕造成了6300人死亡。所以17级的画家沙破坏力还是很恐怖的。这里小编祝愿所有身在广东的朋友都能平平安安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